这一位当时曾经在日本代表的面前插着手，穿着五四运动的学生装啊，面对着日本的这个代表的那一种态度啊，会不会是一个战狼外交？我想了解中国大陆的体制，你就会清楚，在中国的大陆的外交是先有国家的外交政策，才有外交人员的态度，所以他的态度如何，不是他个人可以来做决定的。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李胜峰，运晨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台北市议员许宏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了，看到啊，现在解放军呢是频频的穿越宫古海峡，还有台湾的东部海域，到底想要做什么呢？我们来看到啊，日本防卫省在24号又通报了，说大陆的海军啊，在上周末分2波，共4艘舰艇，经过冲绳本岛还有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南下，驶向太平洋。那么陆方呢，也出动了陆屋基地 P1 巡逻机来进行警戒监视以及情报搜集。但是罕见的是呢，这一次啊，日方呢没有公布舰艇的照片。好，那另外来看到了，除了穿越宫古海峡之外呢，他们也来到了我们台湾的东部海域，而且呢还进行了什么常态性的执行巡逻。他们除了宣示管辖权之外呢，也有可能啊是为了未来对商业航运实施海上封锁来进行演练呢。同时呢，这个水域啊，也对于这个科研研究行动呢，是具备了高度的军事价值，就可以搜集这个海底环境资料，提升中国潜舰作战的能力哦。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的话，那么东部海域啊，绝对是一个关键战场哦。这个都是美国智库说的。既然东部海域是关键战场，那么美方能够帮我们守住吗？好像不太行，因为《经济学人》就直接示警啦，说啊，美方啊，西方的拦截弹产能跟战场的需求已经严重脱节了，又加上美方用得很凶啊，在中东一直打，所以呢，已经在盟国之间引发了骨牌效应哦。就连台湾啊，多年前采购的100余枚爱国者飞弹，交货时程也可能受到影响。那么美军的这种防空飞弹荒呢，如果没有办法解决，台海爆发冲突的话，恐怕也会造成关岛跟日本的美军基地迅速的瘫痪哦。所以美方也顾不了我们了。那另外日方呢，也是一样自顾不暇了。来看到他们军事上面喊得震天响，结果经济上面呢，还不是一样被中国给掐住脖子呢？所以啊，现在政商界好像也不得不低头了。来看到24日呢，日本跨党派议员呢，代表团呢，由1名自民党议员还有2名在党议员组成哦，要到这个中国大陆来寻求跟日中关系的一个合作，那希望能够来有所破冰。这个代表团访中呢，也是自从台湾有事论之后，中日双方首次进行此类的交流哦。但是呢，跨党派议员想要跟中国示好，但是高市有这么想要吗？好像没有。尤其啊，他的中战日的致辞呢，就是这个815的致辞呢，完全没有提到反省这2个字。结果日本国民啊，自己有58%的民众都认为，你既然没有用反省，我很不认同你。要知道，日本民众其实是非常反战的，但是高市的立场似乎不是这样。就连呢，我们来看到最近闹得很夯的这台湾的艺人武雄，他涉嫌呢到日本的这个庙宇去，那对国宝的佛足石去泼油被捕啊。那这个新闻呐，竟然是在中国受到关注，而且有很多的中国大陆的网友是支持他的行为，还封他是抗日英雄。这显示什么呢？显示中日关系已经降到冰点了嘛。还说啊，欢迎武雄来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露营啊吼。你看啊，民间的仇恨值被拉到这么的满，那中日真的能够破冰吗？好，那另外来看到，除了民间之外，官方呢，中国大陆似乎也一一的击破美日的盟友。来看到这个是澳洲，好，这个刘劲松啊，这一名这个
新任的大使呢，要来担任中国驻澳洲大使了。他有名在哪里呢？就是在去年11月，台湾有事论双方交涉的时候，那名刘劲松他手插口袋啊，看起来呢非常的大牌哦。而日本官员点头一幕呢，这就引发了外界关注。所以这一次呢，他到了澳洲，也让大家很好奇，他会不会继续用这种战狼外交式的方式呢，去对待澳洲？那除了澳洲之外呢，还有印度。来看到习近平呢是睽违7年要再度访印了，而且有400人随行。好，那习近平他可能会出席印度下个月举办的金砖国家峰会，要率领400人前往新德里。这也是习近平睽违7年再一次的访问印度。这就被视为印中关系逐渐回暖的一个新讯号。所以呢，你的这个跨的是不是就要被瓦解了呢？印太的包围网呢，是不是已经要被解放军一一击破了呢？我们先来请教李胜峰委员。我们就从前面开始一直来谈起，解放军的在宫古海峡在日本沿海的军事行动就是示威啊，但我想他从来也没有不表示这样的意思，就是示威。就你要讲说你台湾有事，只有你日本有事，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最好不要来管事，这没你的事。这示威是很明显。第二个呢，在东部啊，在台海的东部就是宣示主权，这个你也不要怀疑。而且呢，在演习啊，他要进行的可能未来的一连串不同儿童的行动之一。那问题是在这里啊，这些讲的是我李胜峰发现的吗？全世界大家都知道，可是知道又怎么办？目睭金金人上中啊，不知道怎么办。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他的意图，我们都只能空口，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我们还在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所以我现在看起来，全世界最勇敢的就是台湾了。所有的对大陆的经历都是很敬畏，只有他说唔惊你啦，无你是要安怎？台湾上勇啊，真的上勇，第一勇啊，但是呢，嘴巴又没有用啊。那么讲笑讲，查甫人40岁剩一支嘴有没有？所以台湾呢也是他剩这支嘴啊。周长紧接着呢，就来看日本也必须面对呢政经分离来对待中国已经不通了。或许在当年整个的中国实力国力呢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政经分离他必须忍受的一个事实。现在他的综合国力已经到一个什么程度？日本跟中国大陆现在比较起来，已经不在同一个档次了。那个档次是杀得相当的严。这个时候你还能够政经分离吗？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你政经分离的前提就是因为经济上我还是依赖你，国力上我跟你还在你的之下，政治上虽然我是一个大国，但是呢我对你是莫可奈何。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日本想还两手策略啊，一手玩这个，一手玩这个，这个不可能再发生的事，这日本必须要清楚的去面对啊。那至于这个武雄啊，因为我也不认识他啊，我真的我找了大半天，怎么发现信息很混乱呢？原来在2017年呢，也有一位韩国女性啊，这个49岁啊，叫做朴贤顺啊 ，Park Hansen 啊。他们练起来啊，什么变成武雄，我也搞不懂也是干的同样的事情。所以我真不知道。不过很奇妙，对。不过很奇怪，怎么大家都喜欢去那里播油我就搞不太清楚。这个我们就当笑话带过去。我想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一位当时曾经在日本代表的面前插着手，穿着五四运动的学生装啊。面对的日本的这个代表的那一种态度啊，会不会是一个战狼外交？我想了解中国大陆的体制，你就会清楚，在中国的大陆的外交是先有国家的外交政策，才有外交人员的态度。所以他的态度如何，不是他个人可以来做决定的。当这个国家在面对这个个案要采取什么态度的时候，它是一致性的。所以我们这时候轻易的了。去用这一种说过去他什么样子，未来他会怎么样子？第一个，日本不是澳洲；第二个，面对的事情不一样。那目前中国大陆所采取的整个的
国际大战类是怎么样子，对澳洲采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想至少今天对澳洲，他不是采取对峙的态度，也不采取抵制的态度，基本上他现在对澳洲还是一个拉拢联合的态度啊，甚至某种程度正在瓦解川普的努力啊，这个努力 quota 已经不见了嘛，这是拜登认真建立起来的 quota 是不见，既然不见了，干嘛去采取这样子的态度呢？应该是不会的。所以看这个问题上，可能由这样的角度来看呢，会比较务实一点。这个大概是以上啊，这对了几个问题的一个看法，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不过来看到解放军现在已经常态的穿越了第一岛链，但是呢，美军却连自家的飞弹都不够，那他要怎么样去守护印太的和平？请教赖教授。美国基本上没有能力了，因为你观察到美国在这一次俄乌的战争中4年多打下来了，美国不敢出动任何地面部队跟俄罗斯交战这是第一个。但是不要忘了，俄乌的冲突是美国煽动乌克兰去挑衅俄罗斯所爆发的冲突。那他煽动乌克兰去挑衅俄罗斯，爆发冲突以后，美国却不敢插手，那么跟乌克兰并肩作战，去击退俄罗斯，你就可以知道，从俄乌战争里面，美国它本身的胆怯、懦弱跟无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一个伊朗被美国制裁几十年的国家，没有先进的战机，没有先进的战舰，没有航空母舰没有非常厉害的防空导弹的这样的一个伊朗，美国打成七零八落的，而且美国打到最后自己的防空导弹不够。爱国者的导弹消耗几乎殆尽，然后萨德系统的导弹消耗的绝大多数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连海军的标准的导弹、防空导弹都消耗到他的海军在那个地方，在阿拉伯海都不能存在，都躲在这个阿拉伯海以外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我们看到今天为止，伊朗还可以牢牢的控制住赫尔木兹海峡，这就是代表美国连伊朗这样的国家都打不赢。美国怎么可能跟中国大陆打仗？大家用很简单的逻辑来推理，就知道说，美国不敢跟中国大陆打，连他自己写下美国最新国防战略的科尔比自己都说，美国不能够跟中国大陆打仗，不能、不敢也不愿，已经讲了3步了，讲得这么明白了，怎么还会有人去迷信说美国可以协防台湾，美国可以保护日本，甚至。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已经很多次的跟观众朋友讲2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没有第一岛链了，我在节目中已经讲了很久了，没有第一岛链。第二个，我在节目里面已经跟观众朋友做了很多的分析，就是美国在关岛的军事基地以及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在跟中国大陆如果一旦爆发冲突的时候，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被瘫痪。现在《经济学人》杂志来帮我背书。我讲了 N 年了，然后结果现在背书以后就成为新闻的焦点这个也是人类间很滑稽的事，因为军事基地搬不走，它就摆在那个地方，不管是空军的、海军的、海军陆战队的军事基地摆在那个地方，而中国大陆的导弹的实力，全世界都有目共睹。他都已经看到中国大陆导弹的实力跟导弹的数量，还有中国的国防工业的生产制造力，以及把人工智能都放进去里面，所以大陆的生产能量是很巨大的，而美国的生产能量是很弱的。这样的一个不对称的、完全失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日本的所有的美军的军事基地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中国大陆完全摧毁，韩国也是如此。那更不要讲说菲律宾或是关岛了，连关岛都打得到的话，菲律宾算什么东西呢？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没有第一岛链了，没有第一岛链，所以大陆的军舰编队的不断的进出宫古海峡，其实就是告诉你，第一个岛链不存在的，第二个，如果美国跟中国大陆交战，他的美军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在关岛，在夏威夷，不是夏威夷，在这个菲律宾，全部都会被摧毁的情形下，各位想想，这样的一个现实，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美国怎么可能协防你？所以我真的是奉劝主张台独的人士，脑袋要清醒，要醒过来啊！不要装睡，其实你根本没睡觉。你可以马上醒过来的，因为你根本没睡好。现在日本因为被大陆的网友嘲笑到不行了，为什么？因为
日本的军舰每一次啊都在那边拍摄中国的军舰穿越宫古海峡，而且一定会公布，所以被大陆的网友嘲笑说，你们就是中国海军的御用摄影师、摄影官。所以现在他们不拍了，他也拍，但是不公布了。因为拍是代表交差了事，不公布你要拿到照片，你要付版权费，这样。对，因为公布以后又被嘲笑说御用摄影师又来了啊，这很丢脸。好，我觉得日本的议员。跨党派的议员，包括执政党的议员，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大陆他们还没来的时候，已经把底线告诉你了，你们来不反对，但是你们要给高市早苗，要给自民党施加压力，要他改变政策，而不是来大陆当说客。当说客就不用来了，来承诺回去好好的给高市早苗上一课，那你们就来北京吧。好，所以高市还能够撑多久呢？我们来请教熊廷议员。我觉得从目前整个中国大陆的一些对策，不管是公务船的这个部分，或进行所谓的这个实质管辖权灰色地带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你可以看得很明显，就是他现在正在走一个里子大于面子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你看，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经济海域的部分，那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我们好像是要把我们的经济海域某种程度让日本跟菲律宾进来一些，就是有点，我不能讲到牺牲主权，可是民进党的策略就好像就是我让你进来帮我抵抗灰色地带冲突。那经济学人过去其实一向都扮演着未雨绸缪的一个派别哦。那当全世界所有的智库都在分析台海的时候，包括甚至我们接收到很多正在做兵推的智库，他们都有去做一些情境性的分析。就比如说，假设中国大陆真的登船了，或真的封锁了，或真的去做这些经济上面的实质的这样的一个管辖，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民众其实也应该要自己问自己：如果今天真的出了一些状况的时候，那我们自己的准备够吗？我相信，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国家目前并没有被接受到相端对应任何冲突的训练。我们最近唯一一次做的冲突训练是什么？是降速训练。我实在搞不懂，就是如果我们连命都保不住了，我们还在那边演练网络的速度变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很多国家也看不太懂，就是说，每一个策略或每一个演习都有它的目的在。我唯一在看我们在做降速演习，我只有一件事情让我比较觉得有可能，就是什么？就是你在测试，如果基础建设的网络受到攻击之后，你还能够保有你网络上面的操作性吗？就资讯的传达能力。那你是在跟谁演？你是在跟国军演，还是你在跟政府单位演，还是你在跟你的侧翼、跟你的网军在演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民众自己也要思考清楚一件事，就是假设我们今天真的面临了冲突，我们所做的准备够吗？那如果我们的政府一直不让我们去做这些相对应的准备，然后又口口声声一直在做冲突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所提到，就是中国大陆它在走一个以里子为主，而面子稍微比较不在意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不管是日本也好，你看，这个日本的议员要来我这里受访，他们要跟我们做经济合作，可以来。然后印度，我们来到金砖，我们不谈军事地缘政治对抗，我们只谈经济上面这样的一个合作。那因为印度在整个伊朗战争之后，其实它也是能源进口国，所以受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压制非常的痛苦哦。包括印度自己都还卖了很多的黄金，所以对美国其实现在对伊朗的这个处理态度，它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疑虑的。那澳洲也是这样啊。澳洲自从艾班尼斯上台之后，原本的莫里森他走的路线就是对抗。艾班尼斯他说，他跟他澳洲的民众讲说，从今天开始，我上台之后，我要走一个精准区隔、分轨处理的对中的这个外交政策。他说，什么叫精准区隔，然后分轨处理？其实讲简单一点，就是军事上，我可能还是做我自己的部分，那配合着这个Quad，但是经济上我会跟中国大陆去谈。所以你看，那中国大陆也接受他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这就是我刚所提到的，当中国大陆现在只重里子，而且相对的他愿意把面子往下的时候，那我们
民进党政府如果还要坚持的面子，然后拼命的拿我们的这个里子去换我们的面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国家来讲就会很危险了。一样是非常要面子不要里子的是谁呢？可能就是美国了吧哈！希望美国真的不要再讲话了，一讲话就暴露自己有多短缺。好，我们来看到呢，川普呢又忍不住了，他又说要对伊朗的贸易伙伴都要一起祭出这个2级制裁，说什么呢？贝森特说要发动针对伊朗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那中国你敢得罪吗？所以呢，现在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就说啦，说中方啊会密切的关注相关的动向，必要时呢会采取维系措施来保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好，但是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他讲啦，美国敢动中国吗？好像也不太敢，因为呢，他这个公布了60个遭到制裁的实体。当中呢，包括了中港的采购、金融和航运中介机构，但是没有把中国的银行还有炼油商给列入黑名单。好，所以是不是真的还是有点顾忌中国呢？而纽时更是直接说了大实话，他说啊，如果美国呢要全面的封杀伊朗的话，那必须要面对中国，因为中国就是伊朗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啊，也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啊。2025年购买伊朗逾80%的石油，好，所以他就评论啦，当年诺曼底登陆不需要中国配合，但是如今这一场经济诺曼底登陆却非常需要中国。那中方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到习近平他就说啦，说啊，美伊维持停火，而且海峡要能够通行。好，不止这个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雷声大雨点小，来看到啊，在中东方面呢，美国也好像逐渐的被边缘化哦，因为中东各国呢都组成自己的新联盟了，就是因为美国你实在是太不靠谱了。好，来看到德媒就称啊，中东呢正在呈现一个新联盟的状态，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它反复无常的路线，让他们自己寻求新的盟友。那目前呢，有2个新阵营正在形成，一个呢是沙国跟土耳其，而另一方面呢，则是阿联酋跟以色列。好，不仅仅呢是不跟美国抱团了，现在他们还认为啊，中国的这个军武好像更厉害哦。来看到呢，因为跟这个埃及跟中国呢联合军演嘛，所以现在歼16呢也跨洲际抵达埃及了。那么6架战机呢组完整的空中作战单元。但是中东的媒体，像是阿拉伯媒体就称啊，哇，解放军的机队呢比美军打伊朗还要先进。那么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6架歼16这个数字本身，而是它背后代表的投送还有独立的作战能力。好，所以看到现在美国在中东的霸权真的不在了吗？不仅仅是在中东的霸权，在国内，川普的霸权好像也已经被人家看破手脚了。这个是路透跟这个易普所8月24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什么呢？只有31%的美国人是支持对伊朗发动战争，这个数字啊，比今年3月的民调的37%又少了6个百分点，而且很多啊是共和党人他自己都不挺的哦，所以川普的人气呢，是不是越来越低了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其中选举能赢吗？哦，所以现在川普呢一直在怎么样释放一个讯号，说啊，美国的选举制度可能不公正哦，而且还释出大量的解密文件，将枪口对准非公民投票，还有外国干预这一系列密切的操作，就引发民主党人担忧啊，你白宫是不是正在为宣告国家紧急状态铺路呢？好，那被问到这个事情呢，川普他是不是要用国家安全为由来宣告紧急状态？他并没有正面否认呢。所以呢，现在选前的政治风暴呢也急剧升温了。哦，难道他也要来选不上就改变规则，就要打这个借选牌吗？哦，这一招其实跟南韩还有跟台湾好像也有一点相似哈。我们来请教李胜峰委员。这个川普啊，大陆翻译叫特朗普。那有人把它讲说特不靠谱啊，特不靠谱，这个特不靠谱啊，已经搞得啊内忧交患啊。首先内政啊，大概没有人看好这一次的中期选举，大概没有人看好。他现在真的是焦头烂额啊，不知道怎么收场。那另外呢，就是外交的部分呢，所以来看，假如他对这个伊朗进行2级制裁啊，
口号的奥基制裁就是说，所有跟伊朗有交易的这些第三个国家，它都可以制裁。制裁的部分包含资金的冻结，包含了这个美元清算的冻结，还包含呢美国相关的供应链呢是产品的一个攻击。那这个一来以后是蛮严重的，以前只是针对伊朗本身，现在是针对了其他者。那这里面呢，我想我就简单的再来做一个分析，他能不能做到？我们先把它摆一边。他现在马上要面对2个最现实的困难，就是个别差别待遇的问题。他能够2级制裁对日本吗？因为日本是他的盟友，而日本是伊朗之间的贸易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个国家，非常相处的一个国家。他能制裁？那假如你不制裁日本，你制裁其他的国家，人家能服吗？第二个，中国你敢制裁吗？因为不管今天中美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制裁了中国所带来的问题，他敢吗？那假如你对国家采取个别差异就我们讲台湾人讲看师傅看人去刷牙嘛，看不同的客人撒不同的颜料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的制裁就会被人家看不起，因为你是欺软怕硬再过来就是针对一个国家，那所有的公司你要制裁，所有的相关公司都制裁嘛，结果你也是选择性，这些都是告诉我们你的势力内人已经到了会把人家看破手脚的地步了第二个问题呢，请各位再看一看，说我们的 F-16V 要飞回来，从美国回来，你看要中间停两三个站才飞得回来。那歼16呢，现在从大陆飞到埃及是一路飞到底，为什么？因为它有空中加油机。那各位来看看呢，这一次在埃及的演习去年是歼10，今年是歼16，歼16是相当大的重型战斗轰炸机是像这个 F-15一样的这样同等级 F-18这种同等级的这种巨型的战斗轰炸机。那他这一次一去他既然又有了轰炸这个歼16那还有印20，就是它的战略运输机，还有呢它的加油机，就是加油20这个加油机，还有呢它有空中预警机，还有电子干扰机。也就是说，他这一次去它是整个体系化作战的具体而为出现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境里面，告诉你的是，当我们还需要一架一架飞机飞回来的时候，中国大陆展现出来的经历是一个体系化的作战能力那这一次呢，我们再看他跟埃及的演练里面也有一点很有意思，他的演练是1对1或是2对2那就是干什么？就是跟埃及的空军在进行这种体系化的磨合演练这代表了什么事情？代表了未来在埃及的武器使用上中国大陆会慢慢有取代性的角色了。这个也就是说，当埃及这个中东的大国开始在这样的一个取代的时候，对于其他国家会有影响。为什么？因为刚才主任特别提到的联盟，其实现在最值得注意看的联盟是什么？是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3个可以讲这一个穆斯林最大的国家，一个是唯一这个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一个是北约的国家，而且是北约最大的军工生产的国家，一个是最富有的阿拉伯。当这3个都合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个背后又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者这个关系又是谁？又是中国。所以呢，整个的地缘政治上，在中东都已经也发生了这样种种的变化。其实我讲这个还是要提醒台湾，就国际情势已经改变了，不要再当世界第一用了，有没有？那个真的是说不过去的。对，美国都已经被这个中东各国似乎已经慢慢的排除在外了那川普是不是本人其实是蛮乐见这样子的呢？我们来请教赖教授。川普跟他的贝森特可能还是没有很清楚的搞清状况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史无前例，而且是非常厉害的他已经宣布了对于60个个人、企业或者是国家那么实施制裁，60个已经公布了名单了，所以他是分2步走，一步就是对这60家，里面也包括香港，也包括大陆的一些企业或是个人在内。但是大家发现说，那为什么没有中国大陆的银行在里面那就是换言之，也就是他
回避了这个部分。那有人就说，那你是不是碰到中国大陆就软了？然后他也不讲，他说没这回事，我们一视同仁啊，我们制裁谁就能够制裁谁。但是大家都觉得说，你不是之前有宣布要制裁中国大陆的银行吗？怎么最后没有呢？中国银行你没有制裁啊？那因为他不能制裁啊，因为他一制裁的话，那不得了，那美国跟中国的贸易就不要做了哈。所以这么大的贸易不要做，那对美国来讲，它的金融华尔街就崩盘了，这是必然发生的趋势。所以为了避免自己的华尔街崩盘，所以当然对中国的银行也不能够制裁。但是这是第一步走，第二步他就说，对于其他的所有的国家啊，所有的国家，你要告诉我一个时间，你什么时候可以跟伊朗完全断绝5个领域的关系，这里面包括黄金的买卖，包括金融，也包括航运，也包括空运等，还有数位等等。你什么时候可以断绝？你要给我一个时间表啊！所以他也这个给世界各国这样的一个通知，你要来告诉我。那因此就有人问到中国大陆了问到中国大陆几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接到通知？那你会怎么回应美国？就是什么时候你跟伊朗完全断绝关系？大陆的态度很明确，大陆的态度就是第一个，按照国际法，这个美国这样做是违反国际法，所以中国反对。第二个，美国这样做没有这个经过联合国的安理会的同意，所以中国反对。因此，中国2大反对的情形下，那中国怎么可能会回应你美国的时间表呢？第二个呢，那大陆的态度就是，只要谁违法的制裁我的企业、我的公司，那我就反制。那中国大陆很有可能会启动它的企业的保护措施，也就是如果你美国哪一家公司或者哪一个银行对我国家的这个企业或者组织或者个人或者银行实施制裁的话，那你就违反我们中国的法律了。那我要对你再实施制裁，因为你违法，所以我就以违法的方法来处理你。这次欧盟也是如此嘛，中国已经宣布你们不可以执行，你们执行的话，你就是违反我们中国的法律，那我就要制裁你。那现在就看你美国的企业怎么对中国大陆来实施执行。那这样的情形，等于是大陆摆的态度很明白了，就是不吃你这一套。对，那你美国，你怎么样对伊朗呢？为什么？因为伊朗80%以上的油是卖到中国大陆去的。好，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假设刚刚我们讲的，好，日本屈服了，韩国屈服了还有伊拉克土耳其等都屈服了，他们的东西都不卖给伊朗了那问题就在于中国大陆可以卖对啊，不公平啊。那中国大陆大陆可以卖，大陆的货柜轮运送到伊朗这边来的时候，请问你美国敢阻拦吗？美国敢拦截吗？那你拦截中国大陆在索马利的这个海军开始去护卫它的时候，你美国敢跟中国大陆来交战吗？如果都不敢的话，那请问一下，你的这个史无前例的规模最大的，而且呢会让伊朗整个毁灭的这个制裁，你如何能够实现嘛？对，不要开玩笑的，美国。所以这样听起来川普不太可能真的对中国祭出经济制裁，但是他有可能真的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吗？我们来请教熊廷议员。我觉得从1979年开始，伊朗就被经济制裁，所以伊朗已经被经济制裁将近快要半个世纪了。那这半个世纪以来，伊朗其实他自己，你要问就是说，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针对经济制裁最有方法？那一定不会是俄罗斯，绝对是伊朗还比他优先。那美国之前也提到，就是说他们认为在俄罗斯的这个经济状况，如果我能够制裁它的话，能够结束乌克兰的战争，但看起来也没有成功。那伊朗这个部分，我认为成功的几率也不大，因为如果美国真的要做大规模型的经济制裁的话，你光看跟伊朗领土接壤的几个国家它可能同一步就要巴基斯坦，它也要制裁。阿富汗他也要制裁，伊拉克、土耳其，然后这个土库曼、亚塞拜然，这些他都会要动到。那伊朗的转运能力是强的，其实包括过去因为伊朗有被制裁的这个公司，台湾也有啊。我们台中有一个公司，那个被美国国务院制裁，那个公司的名字还取得还蛮妙，叫密卡床。密卡床就是那个狂派的领袖，有没有？我想说奇怪，我们这怎么会有台湾人取这个名字？摆明就要给人家制裁。日本之前因为乌克兰的事情，那在卖无人机的时候，被乌克兰公布就是说，
这个俄罗斯攻击我的无人机里面有你日本的这个零组件，那伊朗有没有呢？我可能也打一个问号。那跟伊朗买过能源的印度、巴基斯坦多的是，所以真的要去做的话，那它整个打击面是大的。那有没有效果呢？我还是令人存疑，因为乌克兰到现在也没有结束。那伊朗在这个部分上，你可以看到，我就算动用了最强大的经济制裁，请问美国的 end game 到底在哪里？就是你还是你的目的，他现在已经不谈什么，我觉得他现在都在谈经济制裁，他已经不谈我要无核化了，他已经不谈他要交出什么这些部分，他也不去谈说他要做什么样的决议了。那整个中东现在就分成两派，因为中东比较强的国家可能还觉得就是说啊，我要跟美国站在一起，然后尽力的趁这一次赶快把伊朗解决掉，然后让它变成一个 fail state， 就是失败的国家。那像以色列、阿联酋，可能他的能力稍微强一些，他们就认为这样做比较有机会。那比较弱的，像沙烏地阿拉伯啦、卡达啦这些其他国家，他们就认为说，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把伊朗处理掉，那伊朗会开始用一种报复性的这样，甚至恐怖攻击式的这些攻击，我的基础建设会被你们打乱七八糟，整个中东其实到最后就是毁灭性的一场。所以今天我觉得大家在看美国的时候，几个问题：第一，你伊朗到底要怎么解决，这是一个；第二，过去 TVBS 出过一本书，这个翻译过一本书，就是之前这个川普的这个国防部长叫 Mark Esper， 他所写过的川普的叫一触即发，就是说川普为了上一次的总统选举，大家怀疑他一度想要发动战争，包括连中国大陆都认为美国想要攻击他，那连这些细节都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后来没有发生这些事。可是川普的第二任，对不起，我想现在问大家讲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了吗？委内瑞拉被打了，俄乌开始了，伊朗被攻击了，然后到现在，那对川普来讲，他还有什么他做不到的事情吗？所以这也就难怪，就是说每个人讲说，那你针对你这次选举，你会不会去动用一些手段？那会宣布国家会不会进入紧急状态？这都是有可能的。而且大家要注意一件事，因为川普现在的整个的体制里面，几乎都是听他话的人了，没有密令会去跟别人谈。就没有密令会去跟李尚福讲说，我们去做一个安全护栏，也没有其他的国防部长像 Esper 这样子会跟你讲说，你真的不能这个样子。那现在就只剩赫格萨这些，那到底会不会出事？我想这也是美国很多建制派学者跟智库很担心的地方。就不要小看川普的底线啊，他似乎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啦。哈，那不仅仅呢，川普现在跟中东已经闹翻了，就连跟加拿大也是。好，我们来看到呢，川普就说了，明年元旦起呢，要对加拿大的汽车、钢铁等产品要提高关税至50%，还说什么呢？说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尽了美国便宜，当前的状况不可以持续了，还说加拿大不再被视为一个州了哦，所以这样子听起来，加拿大该开心还是该难过呢？应该要开心吧？谁是你美国的一个州啊？好，那加拿大呢对美国也是硬起来了。卡尼呢就说啊，是美方你在最后几小时才加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条件，这条件包含什么？包含加拿大呢必须要改变其法语、还有魁北克文化、还有加拿大身份，作为撤销关税的条件，这根本不可能做到啊！哦，所以呢他就说了，这就是个战争。那他也说了，他说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哦，最亲密的盟友已经变成了什么？把经济拿来当武器的人，而且他还说啊，美国的签名甚至是用铅笔写的，打算怎么样？随时去改。好，不仅卡尼更呛的是这一名省长哦，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呛川普说可以来亲我的屁股，批评川普是恶霸、独裁者、破产之王哦。在被记者问到的时候，他又补充了更多，我们来听一下。You sound a little more subdued than you did this morning on the radio when you said Donald Trump could kiss your ass. Did the Prime Minister tell you to ask you to tone it down a bit? No, he didn't. I'm not going to comment, but he wasn't against that. I have a lot of real estate on my ass, so he has a lot of room to kiss my ass. So I just do. I'm a big dude. What can I say?好，除了呛虾之外呢，他也说啊，加拿大应该要准备好，随时准备向美国来切断电力还有关
关键矿产的供应哦，那这样子美国就会怕了嘛。但是啊，这件事情啊，就连美媒也都吐槽川普，说呢这是川普政府再一次挑起与加拿大贸易的一个愚蠢的举动。那 ABC 也说啦，你继续加关税嘛，反正最终呢又是美国消费者去承担的。好，那不止北边闹翻了，来看到呢，以前都说是这个后院的拉丁美洲，现在也被中国的经济硬实力给直趋。来看到哥伦比亚市城市协会的执行长就说了啊，说呢，在这个波哥大市中心的办公室里面摆放着由中资主导新建的红色捷运模型哦。那为什么是要由中资来主导捷运呢？因为中汽的报价更低嘛，而且更易于合作，甚至愿意跳过中央政府，直接跟地方来打交道。这怎么样？就是让中国呢，已经没有办法跟美国来相比了，美国已经比不上中国了啦。那这种现象呢，就是直指怎么样？川普啊，企图想要把控制力延伸至西半球所面临的困境，那就是中国已经崛起了，所以你想要建立中国的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已经困难重重了。好，既然中国是更加的有竞争力，包含了成本啊，还有技术都比较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陆企呢也是在全球不断的布局哦，从沙国啊、匈牙利啊、巴西、印尼到大陆的这个工业园区呢，都不断的在这些国家来成立，而且这一波海外扩张呢，有3大特征。首先就是他们的生产据点更加的分散，而且陆企不是说，我把一家工厂搬出去而已，是把国内完整的制造生态系给复制出去，让供应链更加的深入。而且他们投资的重点呢，是集中在电动车啊、太阳能电池，还有干净能源，还有人工智慧、资料中心等等的战略产业。所以你说各国能够挡他们来投资吗？反观美国还想要搞什么关税壁垒？这个跟中国大陆一比哦，你看各国想要谁进来我们这边，那很明显了嘛。我们请教李胜峰委员。这样子，整个中国大陆的产业外移，这跟过去啊产业外移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过去的产业外移是因为产业升级，然后基于劳工啊、基于什么的原因，所以呢低阶产业外移。而今天中国大陆的产业外移，很明显的看出来，它是以产能过剩而外移为主轴，这是一个。那现在产能只要过剩的，就是这些新兴的产品啊，所以因此呢，像电动车啦，像这个什么，像这个光伏啊等等，这一些呢，它的新兴产品，它产能过剩啊，竞争的厉害，所以它必须外移。而外移的时候呢，它必须把整个产业链也一起出去。可是呢，又有一个特点，大陆的之所以能够有廉价的原因，是因为廉价的电力。所以才能够生产一些，比如说像这一个稀土啦，或者像这个原料呢。那么因为呢它电力，所以它有廉价，所以它整个的产业链出去的时候，它是已经生产完成在大陆完成的这一些零组件呢所出去的，而不是原来的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产业呢，是跟过去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它的地点呢是蛮分散的。分散在哪里？就是说你必须从地缘的角度来看，欧亚大陆是它第一个分散出去的，所以像东南亚、像中亚，这是欧亚大陆它第一个出去。第二个未来会出去的，可能就是在哪里？就是这个非洲啦，或者中南美洲。中南美洲当然会比较快一点。这个产业的一个外移呢，所带动出来的一个情况会是未来整个中国大陆影响力的延伸呢。而不是一些低阶产业的外移是没有国力的延伸的，而这些是有，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电动车在亚洲的国家在生产，甚至到欧洲的国家去生产，这是很少一个产业，才不过是几十年，才几年的这一个光景就外移了，那么这是很少有的现象，这一个演变呢，可能值得我们大家对中国产业的一个布局啊，重新呢去做一个新的了解。第二个，真的对川普我越来越佩服，可以把一个美加，连台湾补习班都叫美加补习班的这个美加，他把它给拆开了，说加拿大是一个有国民的州啊，名为国，实为美国的一州都不为过啊。只要去过从加拿大要入境美国，你就晓得它是一国两检，就是你在加拿大出境的同时就入境美国了，这办理好。所以你进到美国就等于是入境了一样，这个国内的入境。那么呢，在
美国跟加拿大是全世界少有的一个没有边界限制自由的一个国家，没有军队对峙的一个安排的一个国家。他们之间的往来，加拿大呢也认为到美国是一个很自然，美国大家都是很自然，我们去过旅行人都知道，这样子一个密切相往的国家里面，既然可以被川普搞成这个样子，有没有？所以我们除了佩服啊，还是佩服。难怪中国的很多人讲啊，这川普外号叫川建国，中国今天很多的成就得力于川普的努力。对，真的是要感谢川普啦。美加关系彻底黄了吗？请教赖教授。在过去实质的运作上，加拿大确实是有点像美国的州了啊，有点像了啊，因为美国要他出兵他就出兵，美国要他到中国大陆周边来闹他就来闹啊。那他基本上美国让他去逮捕那个孟晚舟，他就去逮捕，而且跟中国大陆本来好到不行，弄到坏到不行这样。那也就是说，美国在过去的这个加拿大对美国来讲确实很像一个州啊。但是他有他的一个面子嘛，你不能把他都讲开了。那对于川普来讲的话，他觉得没有必要掩饰啊，就直接都讲开了。你就是我一个州，那这个对加拿大人来讲的话，这颜面就守不住了啊。川普不只是嘴巴讲，而且他的动作也是如此啊。那一旦是这样的话，您也看到他的谈判故意选择在21号的晚上来谈。因为22号的凌晨开始，如果这个谈判一破裂，你加拿大没有听我美国的，那么在几个小时以后，马上就对你课征50%的关税，那200亿美元的商品，所以他等于是压的时间啊，说谈不成就课关税，故意的，那就故意的，而且在谈判的时候突然间加了条款了，突然间哦，不是事先就跟你谈判中加了条款，谈判在最后的那一刻。加条款说，第一个啊，就是你没有经济主权；第二个，不能讲法语。那你想，这个对加拿大来讲，这个简直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事嘛。所以卡尼当然把人都召回，这一召回就破裂了。破裂以后，可是您看，当卡尼把所有的谈判的细节都公布以后，加拿大人就团结一块了，啊，所以反对党也团结了，支持卡尼，然后连魁北克主张独立的啊。也团结了支持卡尼，那安大略省更强悍，站出来支持卡尼，卡尼没有退路了，因为全国都团结他，支持他跟川普硬刚到底。那你认为这个美加的贸易战，卡尼怎么可能退呢？没有退的空间了。所以这个川普硬要收关税，反而是呢激起了加拿大人群起激愤哦。好，川普是不是就是想要课加拿大关税呢？我们来请教徐永庭议员。如果你把川普这礼拜的谈判的这些话语全部串在一起，我觉得大家会很担心川普现在的心理状态。你看，他当初在谈阿曼的时候说，如果你自己跟伊朗弄协议，我要轰炸你，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中东的时候，他讲说你们都听我的，你们不要自己去做动作。然后对加拿大就是谈到最后，然后反正你就是要听我的，连你们的法语都要改掉，对。那所有东西都是他的一厢情愿。他从以前的交易性格变成现在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这就更恐怖了。所以这也难怪，就是说，你看像这个安大略省的省长福特，他们是政治世家。你可以看到刚才的画面，他后面站的是谁？他后面站的是工会。那因为川普要抽他50%，汽车业跟钢铁业这些工会的这些工人，他的气炸了。所以你看他用这么重的语气来讲，大家都为他鼓掌。所以就是说，川普成功了给这个加拿大的这些地方官员一个很好的表演的舞台，就说，我只要骂川普，我就可以当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我搞不懂川普现在在做的事情。对，因为像中国大陆过去他在拉丁美洲，在美国的后门去做这些运作，就主要因为拉丁美洲有很强大的矿产的这些运用。川普现在的做法其实都在帮中国大陆，特别是能源的部分，因为如果能源价格涨了。它的电动车多好卖，你到哪里没有看？我们在哪里没有都看到比亚迪啊！现在欧洲也开始要买比亚迪了，就是说